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睡眠中心主治医师康俊宏医师。今天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约日节奏以及睡眠的关系。约日节奏属于一种生物节律，生物节律顾名思义是一个生物体周而复始所出现的一个行为或者是生理现象。一般而言，生物节律有很高的可预测性。在生物节律的种类里面，依照它们的频率长短，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重要的节律长度。第一个是所谓的季节性节律，第二个是所谓的月节律，第三个是约日节律，第四个叫短节律。在季节节律方面，例如像冬季的候鸟，它可能会在一年中的特定时段往返两地，这个现象会在每年以特定的方式做循环，所以被称为季节律。那月节律的重要的例子是所谓的女性的月经周期，可能以28到35天的方式进行一个循环，那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生物节律现象。今天讨论的重点主要是在所谓的日节律，也就是所谓的 circadian。 在拉丁文指的是大概的意思，点是指一天的意思，所以这一个字在拉丁文的意思上面就是被称为大约是以一天做循环的现象。那在睡眠医学里面，睡眠行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谓的约日节奏行为，那事实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睡眠生物时钟的一个依据。那在短节律里面指的是生物体在循环中一天中会出现很多次的，就被称为短节律。在所谓的约日节律里面，生物讯号被分成两个不同的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是所谓的 pacemaker， 也就是所谓的节律产生器，或者是数学上所谓的振荡器。另外一个叫做 synchronizer， 也就是所谓的对时器。那在睡眠医学的领域，有的时候又被称为 entrainer。 那在生物节律中如何调和这两个重要的机制呢？那事实上有两个非常常见的模式。第一种模式被称为中枢模式，中枢模式在大脑里面非常的明显，待会我们会逐一介绍。第二个被称为是网点模式。那网点模式指的是在生物体中，其实每一个细胞单元都有能够自行计时的能力，而在这个生物体的这些细胞中，又可以彼此互相联系，协调出正确的约日节律的行为表现。所以这两个机制都同时存在在一个生物体里面。那为什么一个细胞可以正确的进行计时呢？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先了解它的分子机制。那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简图，它显示出我们生物体用来计时的重要单元，包含所谓的时钟基因以及时钟控制基因。那在时钟基因里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控制单元，第一个是所谓的 PER， 第二个是所谓的 Cry。 那 PER 跟 Cry 这两个控制单元，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DNA 蛋白。这一个 DNA 蛋白当它产生的时候，它会吸附在自己本身的操作纸上面，而关闭原本 PER 跟 Cry 基因的表现。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细胞当起始的时候，如果它没有 PER 跟 Cry protein 的时候，它的这个基因是处于开启的状态，所以它会不断的产生 PER 跟 Cry protein。随着 PER 跟 Cry 的 protein 产生，它会粘附在自己的操作纸上，最后将自己的这个基因表现关闭。当这个时候就不再产生 PER 跟 Cry protein， 但是产生的 PER 跟 Cry protein 会经由水解而慢慢被代谢掉。当水解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PER 跟 Cry protein 代谢之后，这个操作纸又被打开，
所以又会继续产生新的 PER 跟 Q protein， 如此周而复始，它就像一个很小的震荡器一样，可以随着时间不断的产生一个重复性的行为。利用这样的重复性行为，一个细胞就有可能对于外界的时间加以计算。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操作值叫做时间控制基因，这些时间控制基因会针对这一个系统做一些调节。那事实上最重要的机制还是由 PER 跟 Q protein 来进行控制。在巨观的方面，这是一个哺乳类动物的约日节律，它的重要的结构。这个结构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包含所谓的视网膜、上视交叉神经核以及松果腺。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简图里面，视网膜主要是接受外界的光线，当做一个与外界时钟同步调节的一个机制。上视交叉神经核这一个细胞核则会产生节律性的神经冲动，所以它就像一个所谓的 pacemaker 节律器一样。这样的讯号会经由一连串的路径传递到我们的松果腺，松果腺会产生一个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约日节奏的荷尔蒙讯号来源，所以这三个联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高等生物所谓的约日节奏的神经解剖机制。